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最近宅在家的时间比较多，想来自酿米酒跟做酒酿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太潮湿、太炎热的关系，我连做2次呢都长毛发霉失败。正想说暂时跳过这个食谱，但是好巧不巧，酿酒机的厂商呢竟然来了合作的邀约。那 Vivian 就搜寻了一下关于这台 Alkma 酿酒机的相关报道。Vivian 对于这台机器呢真的充满了好奇跟兴趣。大家都知道 Vivian 超爱厨房玩具，怎么可以错过厉害的厨房工具呢？毫不考虑就接下这个合作案也想借机完成 Vivian 自酿米酒跟做酒酿的心愿。到底 Vivian 可不可以透过这台酿酒机成功酿出米酒跟做酒酿呢？不啰嗦，赶快来准备酿酒。这台呢就是 Alkma 酿酒机银色的外表充满着科技感。打开主机前门，里面就是酿酒的内瓶。开机之后，主机需要搭配专属的 App 来使用。App 里面有上百种的酒谱，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酒谱来开始酿造。因为今天想要酿的是米酒，所以就找一个跟米酒相关的酒谱。因为清酒呢其实就是米酒，所以我选了这个颜之月红米清酒的酒谱。光看名字就觉得很厉害的感觉。就直接按照 App 来准备食材。首先让主机连接蓝牙，连接上主机后呢，环状灯就会显示蓝灯。接下来可以帮主机设定一个名字你要叫阿猫、阿狗、阿花，通通都可以，看自己喜欢什么就设定什么。每一个步骤就完全按照 App 的指示，相当的清楚方便。接下来就按照 App 的指示清洗内瓶。这个 App 真的有防呆设计，每一步就跟着 App 的画面走。开始紫外线消毒呢，也会清楚的倒数。消毒的过程呢，大概是300秒。这个过程完全是自动消毒，非常的方便。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功能酿酒不容易失败。消毒完成之后，我们按照 App 指示放置漏斗。放漏斗的目的就是要比较好放入食材啦，因为主机有内建电子秤的功能，所以按照 App 的指示一一加入食材。先是米的部分，接下来加入砂糖，就直接按照 App 指示的分量。最后是酵母，接着加入可以饮用的冷水，直接加到 Max 指示线的地方。接着按照指示移开漏斗，因为怕酵母沉淀所以我们搅拌一下，稍微搅拌就可以。如果有少量酵母浮在表面也没有关系。接着按照指示盖上盖子，连塞子呢要移动位置的部分都指示得清清楚楚。关闭前门跟上盖，前置作业全部完成。正式进入自动酿酒阶段。酿造的过程可以随时查询 App， 甚至是剩余的天数、酒精浓度、瓶内的气压、剩下的酿造天数，甚至是目前的甜度，所有的资讯在 App 中一目了然。也可以打开前门观察酿造的情况。酵母的作用呢非常的明显，感觉这个酒充满了生命力。我一共花了3天就酿造成功，非常的有成就感耶。机器的周围还可以闻到淡淡的酒香味。接下来要做沉淀酵母的动作，可以选择冷冻法或是冷藏法，我选择冷藏法。因为酒酿好了，为了让味道更好喝，我们要停止发酵，要让大部分的酵母被去除，所以酒需要经过沉淀的动作。沉淀后可以轻松的把酵母给移除。其实可以整罐放入冰箱沉淀了，但是因为我的冰箱位置不够大，所以我分离了酒跟酒酿的部分。如果不沉淀移除酵母，酒会带着些许的酵母味，比较不好喝，而且酵母会继续发酵，口感就会变了。所以为了口感，还是乖乖的冷藏5天。5天之后就可以收成好喝的米酒咯。另外这个酒渣的部分呢，其实就是酒酿。这个跟市售酒酿的口感真的不一样。自己做的酒酿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好吃。虽然它是生米酿的，所以是生的酒酿，但是煮起来非常快，煮个3分钟就好了，可以拿来炖卤肉类，做酒酿汤圆，
甚至是做酒酿类的点心，非常的好用。画面左边已经是移除酵母的米酒，右边是刚沉淀好，要把上方的米酒给分离出来，否则放置到常温中不一会儿，温度开始升高，酵母又会活化了。简单的说，就是酵母又醒来了，有温度就会开始继续发酵。移除酵母就是为了终止发酵。分离出来的米酒真的太香了，完全跟市售的米酒是不一样的，清香又甘甜。酒酿呢，也是要全程放到冰箱里冷藏，让酵母在睡眠的状态。酒酿呢会带着酵母味，不过因为我们都会透过加热的方式来料理酒酿，所以酵母味会被挥发，别担心。我们就用今天的酒酿来做个酒酿南瓜汤圆。这个食谱配方我会放在片尾哦。先来做个手工南瓜小汤圆，把去皮去籽蒸软的南瓜趁热加入糯米粉当中，然后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记得太干就加点水，太湿就补点糯米粉。这个面团是很好操作的。成团之后分成适当的大小，喜欢多大就做多大，想做包馅的汤圆也可以。之前有分享过芝麻汤圆跟花生汤圆馅料的做法，需要的朋友可以搜寻一下之前的食谱。那我今天就做没有包馅的南瓜小汤圆，一样非常的好吃，大小就看自己喜欢，也可以多做一些冷冻起来，密封好冷冻保存3个月不是问题。那当然现做现吃绝对是最好吃的。先来煮熟汤圆，中大火把水煮到大滚之后放入汤圆，放入之后稍微搅拌一下，避免粘底，然后一样维持中大火加热汤圆。煮到汤圆呢全部浮起来，浮到水面上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捞起汤圆沥干水分之后，可以用凉水冲洗掉表面的黏液，接着放入调理盆当中，可以加入些许的砂糖，搅拌一下。这个动作除了可以让汤圆入味以外，也可以防止汤圆粘黏在一起。拌匀之后，汤圆可以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来煮酒酿了，清水加入糖，中大火加热。水滚之后呢，我们加入酒酿，我大概加入了半量杯，你也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增减分量。市售的酒酿都会有一种渣感，但是这个自己做的生米酒酿煮出来的酒酿完全没有渣渣的感觉哦，非常的滑润。大约煮个3分钟左右，就可以加入之前准备好的汤圆，再稍微的煮一下，搅拌均匀之后，就可以淋入全蛋液。加入蛋液之后呢，先不要搅动哦。稍等一下就会全部浮到水面上，呈现一大片的状态，我们就可以关火。超级美味的酒酿南瓜汤圆就大功告成了。Searching for something that ain't lost. Have we got our lines crossed? We're wasting time on stuff that doesn't really matter, while wishing for something better. I try to fix things that weren't broken, misunderstandings and words unspoken. We fall apart, and I won't dare to say, do you feel?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咯，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，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 The start, this wouldn't have ended with broken hearts, 'cause I don't wanna waste my time.
the same way, then don't pretend that everything's okay.